村霸盖房强占我地基，堵死我家出门的路。我在自家地修了个藕堂，圈住他家大门，让他也进出无路。他儿子仗着城里有工作，上门要教训我。我一个电话，直接让他丢了工作。公司要上市，我回村避风头。隔壁许胖子故意找我麻烦，他的搅拌车灰浆直接漫到我家门槛。我指着借庄，心里憋火。两家早说好留3米过道，他一扣全没了，真着火。得急症，救护车、消防车进不来，人命他担不起。可他满不在乎，好像这事跟他没关系。他吸口烟，随手把烟头弹我脑门上，烫得我一缩，我气得不行。他还骂我是混不下去的丧家犬，我强压着没发作。村里闹僵不好，但这事绝不能算完。他老婆周喜凤也出来了，端着一盆洗菜水，二话不说就泼在我脚边，脏水溅了我一裤腿，还故意大声阴阳怪气，让周围邻居都听见，说我是村里的大才子，在大城市混败了，回来跟他们抢这点地，还骂我丧家犬，多管闲事。旁边干活的工人都停了下来，对着我指指点点，还哄笑。跟大伙说句实在的，我以前是咱们村唯一一个考上重点大学的，当年出去上大学，闯大城市，全村人都知道。许胖子一家那时候就眼馋，觉得我以后能混出个人样，比他们强。现在我暂时回村避避风头，没跟任何人说我在外面的真实情况。许胖子就故意到处造谣，说我在大城市混不下去了，赚不到钱，才灰溜溜的回村，连份正经工作都没有。那些工人都是许胖子请来的，拿了他的钱，自然跟着他起哄，看我笑话，觉得我就是个混败了，只能回村受气的窝囊废。这就是他们哄笑我的原因。大妈们一听就懂，说白了就是许胖子嫉妒我，故意雇人埋汰我。我心里清楚，在他们眼里，我就是个混不下去，灰溜溜回老家啃老的失败者。我低头看了看裤腿的泥点， T 恤上的黑洞，我一下子就上来了。但我没发作，我心里有数。我回来是为了避开上市前的风头，犯不着跟这种烂人当场置气，先把话说清楚再说。我又拉开卷尺，跟他们最后说一次，地基一旦打下去就没回头路，到时候要拆，损失的还是他们自己。可许胖子像被踩了尾巴的猫，直接从土堆上跳下来，狠狠推了我一把。我踉跄着退了2步，他更嚣张了，说在这村里他就是规矩，还说我爹妈死得早，没人叫我规矩。他今天就教我，还炫耀村支书是他有关系的人，让我有本事就去镇上县里告他。周喜凤也在旁边帮腔，双手叉腰骂我没爹没娘的野种，让我赶紧滚，别耽误他们家盖房的吉时，还威胁我再废话就把我交进水泥里填缝。工人们笑得更欢了，那些笑声跟针一样扎人。我看着他们那副不可一世的样子，突然觉得可笑，跟这种烂人讲道理，根本就是我错了。我收起卷尺，拍了拍身上的灰，跟他们说后果自负，然后转身回院关上了大门。身后传来许胖子嚣张的骂声，他说我装模作样吓唬人，还让工人把砖堆过来堵死我家大门。我回到院子里，外面的嘈杂声还听得清清楚楚。我立马拿出手机拨通了老岳的电话，让他帮我查老家宅基地的红线图和土地使用证，要最详细的。另外再联系最近的工程队，我要在自家门口紧贴着红线挖一个最大的藕塘。挂了电话，我透过窗户看出去，许胖子正得意洋洋地指挥工人把地基又往外扩了10公分。他肯定以为我的退让就是软弱，以为这村里没人能治得了他。我看着那一点点往外扩的地基，把烟头摁进窗台的木缝里，路是他自己断的，就别怪我挖河。接下来3天，许胖子家把建筑垃圾堆得死死的，堵断了我家的路。我出门只能踩着碎砖翻墙，头顶还时不时掉几块砖头。有一次，一块碎砖从脚手架上掉下来，差点砸到我头上。我抬头一看，许胖子就站在上面，手里拿着气刀，一脸坏笑，还假意说自己手滑，骂我走路不长眼。旁边的工人也跟着起哄，说我娇气，让我赶紧搬走。我踢开脚边的碎砖，拍了拍裤腿就回屋了，没必要跟他们逞口舌之快，账慢慢算。我去找村支书许3刀评理，结果他翘着2郎腿把我骂了出来。出门就撞见许胖子叼着烟冷笑，说我还敢告状，下回砸的就是我祖宅。我回到家，发现院子里的水管被砸断了，自来水哗哗流了一地，院子里全是泥浆。不用想也知道，肯定是许胖子家干的。周喜凤还站在隔壁的脚手架上，一边嗑瓜子一边往我这边吐瓜子皮，还指桑骂槐，说水管是被老鼠咬的，嘲讽我命不好，连老鼠都欺负。我默默关上总阀，开始清理院子里的积水，每铲一下泥浆，心里的火就旺1分。当晚，助理发来消息，说红线确认好了，许胖子家侵占了我家邻8米，工程队也已经出发了。我盯着屏幕，回了一个准字，好戏，该开场了。许胖子家盖房封顶，摆了宴席，他堵在我家大门口，故意羞辱我。我看着他们，就像看一群跳梁小丑，跟他说路被堵着，我出不去。他立马翻脸，把酒杯往地上一摔，说我出不去就别出，今天是他家大喜的日子，谁敢添堵，他就让谁全家不好过。还说这路就是他家的，有本事我就从天上飞过去。还有个光膀子，胳膊上有纹身的汉子也站起来威胁我，让我别给脸不要脸，再废话就削我。我点了点头，转身拨通电话，让工程队现在进场，然后提起墙角的铁锹，推开了大门。我知道外面的喧闹声马上就要变成惊叫声了。远处传来了重型机械履带碾压地面的声音，越来越近，越来越响，就像一头要苏醒的巨兽，要把这里的丑陋和狂妄全吞掉。履带的巨响盖过了所有喧哗。第一辆挖掘机的铲斗撞翻酒桌的时候，许胖子还指着驾驶室大骂，剩菜汤汁流的到处都是，人群尖叫着四散逃跑。原本喜庆的宴席瞬间乱成了一锅粥。挖掘机一直开到我家门口，
才停下来。巨大的阴影刚好遮住了许胖子家刚挂好的红灯笼。我推开院门，慢悠悠走出去，手里拿着一根刚点燃的香烟。许胖子看到我，又急又气，冲过来揪住我的衣领，骂我疯了，敢砸他的场子，还威胁说要弄死我。我轻轻拨开他的手，弹了弹烟灰，故意说我是看他家盖房太辛苦，想给他们添点喜气。说着，挖掘机的铲斗就砸穿了他家门口的水泥地。我指了指墙上的牌子，说这是我批下来的生态藕塘试点，专种9孔共藕，然后拧开水阀，泥浪一下子就吞没了路面。许胖子脸都绿了，问我真敢挖。我冷笑一声，告诉他地是我的，我想怎么挖就怎么挖，这都是他逼我的。水流声轰鸣，就像催命符一样，浑浊的泥水在深坑里翻滚，水位肉眼可见的上涨，几分钟就没过了挖掘机挖的第一层台阶。许胖子家的大门离这个大坑只有不到半米，这半米是他当初故意留着恶心我的，现在成了他们全家唯一的立足之地。周喜凤尖叫着扑过来，想抢水阀，我早就安排好的2个保安立马上前把他挡了回去，告诉他这是私人领地，擅闯者后果自负。周喜凤被推得踉跄，坐在泥水里嚎啕大哭，喊着杀人了，说我要淹死他们全家，还对着老天爷哭诉我没良心。周围的村民都围过来看热闹，没人敢上前，毕竟3辆挖掘机和2个保安，震慑力太大，而且大家都看在眼里。许胖子一家平时太嚣张，现在就是恶人自有恶人磨，纯属自找的。许胖子反应过来后，眼睛都红了，骂我非法拘禁，故意伤害，还说要给许三刀打电话，让许三刀带人来抓我。他哆哆嗦嗦掏出手机，拨通电话后，对着电话大喊，让许三刀赶紧带人来，说我疯了，把他家门口挖断了，还要放水淹死他们。我靠在门框上，静静地看着他表演，手里把玩着土地使用证。我早就料到他会找许三刀，也早就准备好了证据，就等他们自投罗网。没一会儿，许三刀就带着联防队来了，指着我吼，让我赶紧填坑，不然就抓人。我把土地使用证拍在他脸上，让他睁大眼看清楚，违建的是许胖子家，不是我。许三刀愣了一下，还想跟我商量，我直接告诉他晚了，当初他帮着许胖子欺负我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今天。这时候水位已经快要漫过那仅剩的半米地面，许胖子一家人挤在门口的台阶上，进退两难。想出来前面是3米深的水坑，想进去家里没装修好，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，再涨水1楼就要被淹了。许胖子终于崩溃了，对着我连连道歉，说他错了，让我先关了水，有话好好说，还说那路他让出来，怎么都行。我看着他摇尾乞怜的样子，心里一点波澜都没有。早知今日何必当初。我跟他说，现在已经不是让不让路的问题了，我的鱼苗已经在路上了，这藕塘我是养定了。说完，我对着挖掘机司机做了个手势，让他们继续挖，把藕塘挖成闭环，既然要挖，就挖成真正的护城河。挖掘机再次轰鸣起来，许胖子绝望地瘫坐在地上，他终于意识到，这次他是真的踢到铁板了，而且是烧红的铁板。护城河彻底成型了，宽3米，深3米，黑泥不停往上涌，满是土腥腐味。许胖子家那栋刚封顶的3层小洋楼成了一座孤岛，他们要想出来，要么就在齐腰深的烂泥里挣扎半小时，要么飞过来。我也讲人道主义，没完全断他们的水电，但那根水管现在悬空在藕塘上方，摇摇欲坠，稍微有点震动就可能断，这就是悬在他们头顶的一把刀，让他们不得安宁。天黑了，许胖子一家困在孤岛上，没吃没喝，宴席被掀翻了，食材都在外面，屋里只有水泥和砖头。他们缩在门口的台阶上，互相抱怨，又怕又急。周喜凤哭哭啼啼，骂许胖子当初不听劝，非要惹我。许胖子烦躁地踹着砖头，却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我站在院子里，看着那座孤岛，点燃一根烟。这只是开始，之前他们欠我的，我会一点一点讨回来。助理发消息说藕种和有机肥明天就到，我应了一声，挂了电话。以后我就守着我的藕塘，看他们在孤岛上自生自灭。至于许三刀，还有那些当初帮腔的人，别急，一个个来，谁也跑不了。周喜凤站在2楼阳台，对着我破口大骂，骂累了哭，哭累了再骂，骂得特别难听，从我的祖宗18代骂到我还没出生的孩子。我坐在院子里泡了壶茶，悠闲地听着，心里觉得这声音比任何音乐都悦耳，这都是他们应得的。村民越聚越多，都来看热闹，有人同情许胖子一家，但更多的人是幸灾乐祸，都说他平时横行霸道，这次算是栽了，活该。还有人夸我这招釜底抽薪做的绝。许三刀在岸边急得团团转，想找人填坑，可我的2个保安装备精良，谁敢靠近就亮电击棍，没人敢上前。我早就放话出去，谁敢填我的藕塘，就是破坏私人财产，我就告到他倾家荡产。这穷乡僻壤，没人愿意为了许胖子惹官司。趁着人多，我当众宣布要出资修一条环村公路，直通镇上，让乡亲们进城再也不用走泥泞的泥巴路。这话一出，全场都沸腾了。原本还有几个想帮许胖子说话的人，立马闭了嘴，谁也不会跟财神爷过不去。许胖子在村里经营多年的人脉，在金钱面前脆弱的像一张纸，彻底被孤立了。夜深了，气温降了下来，许胖子家的新房还没装窗户，四面漏风，他们一家人缩在角落里瑟瑟发抖。许胖子忍不住了，站在楼顶朝着我喊话，声音里全是哭腔，质问我想怎么样，是不是要把他们逼死。我放下茶杯，走到藕塘边，看着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村霸，心里冷笑，现在知道怕了，
我故意装作好心，跟他说这是在帮他，说他喜欢的这块地现在四面环水，就是帝王陵寝一样的好风水，让他感谢我。气得他半天说不出话。我打断他的结巴，提出让他们出来的条件，拆了违建的部分，恢复原状，再当着全村人的面给我磕头道歉，否则就让他们在那孤岛上当岛主。我还故意吓唬他，说这2天要往泥里投放专门吃腐肉的医用蚂蟥，顺便改良土壤，吓得他浑身一抖，差点从楼顶掉下来。许胖子咬着牙瞪我，搬出他儿子许阳给自己壮胆，说许阳在城里当大经理，认识黑白两道，等回来就收拾我。我知道许阳，他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，听说在大科技公司当高管。许胖子平时没少拿他吹牛，我心里暗笑，真是巧了，居然撞我手里了。我拿出手机给助理发信息，让他查一下许阳的任职部门。不到1分钟，助理就回了消息，说许阳是我们集团旗下子公司的项目经理，刚好负责这次回乡创业扶持计划的项目。我笑出了声，这世界真是小，他以为的靠山其实是我手下的员工。我朝着楼顶的许胖子大喊，让他尽管叫儿子回来，我倒要看看许阳能怎么让我好看。还调侃说，到时候许阳别跪下来求我。许胖子以为我是虚张声势，冷哼一声，转身进了屋。黑暗中，那栋孤零零的房子就像一座坟墓，埋葬着他们的贪婪和愚蠢。而这仅仅是开始。第2天，一辆奥迪6冲进了村里，许阳西装笔挺的下来，指着我的鼻子说他是云仓信息的经理，限我10分钟把坑填了。我没起身，直接拨通了老齐的电话。老齐是云仓信息的人力资源总监，我让他立马开除许阳，还要审计许阳经手的所有项目，有问题就直接移交司法机关。我心里清楚，许阳既然是许胖子的儿子，估计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手里肯定有猫腻。我挂了电话，看着一脸懵逼的许阳，告诉他，他刚才说自己是云仓信息的经理，现在已经不是了。许阳愣了2秒，随即狂笑起来，嘲讽我脑子有病，觉得我打个电话就想开除他，还调侃我是不是以为自己是云仓信息的董事长，演戏都不找个像样的剧本。周围的人也都用看傻子的眼神看着我，觉得我就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乡巴佬。我也不跟他废话，就等着看他被打脸。我太清楚，老七不敢不听我的话。没一会儿，许阳的手机突然响了，是他顶头上司的私人号码。平时这个号码很少打给他，除非有大事。他赶紧收起笑容，恭恭敬敬地接电话。可电话那头只有暴怒的咆哮，声音大的我都能听见。上司怒斥他，说总部已经下了文件，要开除他，还要彻查他经手的所有账目，质问他是不是惹了不该惹的大人物，还说自己被他害死了，让他立马回去接受调查。说完就挂了电话。许阳僵在原地，手机从手里滑落，摔碎了屏幕，额头上全是冷汗，嘴里喃喃自语，不敢相信这是真的，眼神空洞地看着我，问我到底是谁。我没理他，转头看向旁边土地局的孙领导，提醒他既然要查违建，就该一视同仁。我实名举报许胖子家违规占地、违章建筑，还说如果他们不查，我就把这事捅到市里、省里。相信媒体会很感兴趣这种村霸勾结保护伞的新闻。孙领导是个人精，看到许阳刚才的反应，早就知道风向变了，知道我绝对不简单，立马换了一副公事公办的面孔，说会秉公执法，绝不姑息，还让手下拿尺子重新测量许胖子家的房屋面积。许阳彻底瘫软在地上，他心里清楚自己完了，不仅工作丢了，还要面临牢狱之灾。他在公司里手脚不干净，这一查肯定跑不了。他爬到我脚边，想抓我的裤腿求饶，一口一个庞总、庞爷，说自己有眼不识泰山，求我高抬贵手，还说他父母不懂事。一边说一边在泥地里磕头，额头都磕破了，鲜血直流。保安见状，一脚把他踢开了。这种趋炎附势的人不配碰我。岸上的许胖子夫妇看到这一幕，彻底傻了。他们引以为傲的儿子，他们最大的靠山，居然像条狗一样跪在我面前求饶。许胖子在楼顶撕心裂肺地喊，让他儿子别害怕，没必要怕我。许阳猛地抬起头，冲着他爹怒吼，骂他老不死的，说都是他害了自己，要不是他非要占那点地欺负人，自己也不会落到这个下场。看着他们父子反目，狗咬狗的样子，我只觉得恶心。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。我对着许阳说，有些错犯了就没机会改了，让他留着力气去跟法官说，然后转身就走，不再看他一眼。这时孙领导的测量结果出来了，许胖子家的宅基地超占了32.5平方米，房屋还侵占了公共规划道路红线，属于严重违章建筑。孙领导立马下令贴封条，下达限期拆除通知书，要求3天之内必须自行拆除，否则就强制执行。那张白纸黑字的通知书贴在他家大门上，隔着藕堂看格外刺眼。他们的新房梦碎了。3天期限很快就到了。这3天里，许胖子一家从疯狂变成了绝望。第1天，他想组织亲戚朋友来闹事，结果看到我门口站着2排黑衣保安，还有几条凶猛的杜宾犬，亲戚们连屁都没敢放，全溜了。第2天，许阳被经侦带走了。执法车来的时候，许胖子想冲过藕塘去救儿子，刚下水就被淤泥陷住，差点淹死，还是我让人把他捞上来的。我不是好心，只是不想让他就这么便宜死了。我要让他亲眼看着自己的一切都化为乌有。看着儿子戴着手铐被押上车，许胖子一夜白头。周喜凤更是直接疯了，坐在阳台上又哭又笑，嘴里反复念叨着我的房，我的。到了第3天，村里来了很多人，有村民，有镇上的执法队，还有2台大型拆迁机，比我之前叫来的挖掘机还要震撼。可许胖子一家还是赖在房子里不肯走，堵死了门窗，抱着煤气罐
扬言要与房子共存亡，还说谁敢动他的房，他就炸死谁。执法队的人有些犹豫，毕竟真要出人命，谁也担不起责任。孙领导急得满头大汗，拿着大喇叭劝许胖子不要冲动，说抗拒执法会罪加一等，让他出来争取宽大处理。可屋里没有任何回应，只有煤气罐阀门转动的声音，气氛紧张到了极点。我站在人群后方，心里一点波动都没有。我太了解这种无赖了，他们最惜命，也就只能吓唬老实人。真让他们死，他们比谁都怕。我走上前，从孙领导手里拿过大喇叭。孙领导想拦我，被我摆手拒绝了。我对着屋里喊，戳破他的心思，说他以为赖着不走房子就拆不了，以为用死就能威胁我。其实他错了。我还问他死了，谁给他儿子送饭？屋里先是没了动静，只有煤气罐阀门转动的声音。过了几秒钟，就传来了周喜凤的哭嚎声。他劝许胖子不能死，说他们还要救儿子，房子可以不要，儿子不能不要。紧接着，屋里传来激烈的争吵声和摔打声，最后大门被打开了，许胖子像条老狗一样被周喜凤拖了出来，手里还紧紧抱着煤气罐，但眼神已经彻底涣散了。执法队员立马冲上去，控制住两人，夺下了煤气罐，一场危机就这么化解了。孙领导一声令下，拆迁机的机械臂高高举起，一声巨响过后，那栋耗尽许胖子一家所有积蓄，还搭上许阳前途的违建小洋楼，在烟尘中轰然倒塌。微风吹过，机器碾过藕塘，嫩藕尖烂在泥里，透着淡淡清香。周喜凤顿了顿脚步，加快速度离开了这个让他彻底绝望的地方。我站在原地，心里清楚，善良要有牙才叫善良。我站在废墟旁，看着那栋3层小洋楼变成一堆碎砖烂瓦，心里没有半点快意，只觉得空落落的。烟尘还没散，村民们围在外圈，议论声嗡嗡的。孙领导抹了把汗，走过来跟我点头哈腰，说庞总放心，后续手续他亲自盯着。我没接话，只是淡淡看了他一眼。他被我看得心里发毛，赶紧又补了一句，说之前他不知情，要是知道我是云仓的庞总，借他10个胆子也不敢偏袒许胖子。我笑了笑，告诉他知不知情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以后怎么做。他连连点头，说一定一定。许胖子夫妇被人架着拖走，周喜凤还在哭嚎，许胖子却一句话不说，眼神空洞的像死人。执法队的车开走了，人群也渐渐散了。我转身回院，老岳从屋里走出来，递给我一杯热茶。老岳说，庞总，许阳那边经侦已经查出问题了，挪用公款加上收受供应商回扣，金额不小，至少7年起步。我端着茶杯没说话。老岳又说，许胖子夫妇这边违章建筑加上抗拒执法，威胁公务人员，也得进去待几年。我嗯了一声，说该走的程序一个都别少。老岳犹豫了一下，问我那村支书许三刀呢？我抬头看他，反问他觉得呢？老岳笑了，说他已经把许三刀这几年的账都摸清了，挪用集体资金，私吞扶贫款，还有跟许胖子合伙倒卖宅基地，证据链很完整。我把茶一饮而尽，告诉他明天就交给上面。老岳应了一声，正要走，我又叫住他，我说鱼苗到了没？他愣了一下，说今天下午就到。我点点头，说挖好的糖不能浪费，养起来。第二天一早，3辆冷链车开进了村，3辆农用车拉着带泥藕种进村，工人把藕种进米里，等着明年丰收。围观的村民越来越多，有人小声问我，庞总这藕糖是真养啊？我说当然是真养，难道还是假的？那人嘿嘿笑，说我以为就是吓唬许胖子的。我看了他一眼，认出他是村东头的老周，平时跟许胖子走得近，前几天许胖子欺负我的时候，他也在边上看热闹。我没拆穿他，只是说藕塘养着，路也修着，村里要变样了。老周陪着笑脸，说庞总有大格局，村里有福了。我懒得理他，转身回院。老岳跟在后面，低声说，这种墙头草留着没什么用。我说墙头草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没风的时候自己摇。老岳笑了笑，没再说话。中午许三刀来了，他换了一身体面衣服，提着2瓶酒1条烟，站在我家门口，点头哈腰。他喊我庞总，说昨天他不知道我的身份，多有得罪，今天特意来赔罪。我让保安把他拦在门外，没让他进。他急了，隔着门喊，说庞总有什么不满意他都改，村里的事他都听我的。我让保安把烟酒退给他，告诉他的事明天就有人来找他。他脸色一下白了，问我什么意思。我说挪用公款，私吞扶贫款，违规批宅基地。他自己心里清楚是什么意思。许三刀腿一软，差点跪下，喊我大哥饶命，说他上有老下有小。我冷笑一声，说许胖子家也有老有小，他怎么没替人家想过？许三刀张着嘴说不出话。我让保安把他赶走，关上门。老岳在旁边问我要不要再加一把火，我说不用，火够旺了，他自己烧。下午纪委的车就到了村里，许三刀被带走的时候，村里人都出来看，没有一个替他求情的。平时跟他狼狈为奸的几个村干事，这次也被一锅端。会计、文书、民兵连长全跟着进去配合调查。办事会大门上贴了封条，村里一时间没了管事的人，镇上派了工作组下来主持工作。组长姓王，是个30多岁的年轻人，戴眼镜，看着斯文。王组长第一时间来拜访我，态度客气但不卑微。他说听说庞总要出资修环村公路，镇上很支持，问我有什么具体规划。我请他进屋坐，给他泡了茶。我说修路只是第一步，我还想在村里建个加工厂，搞农产品深加工，让村里人在家门口就能上班。王组长眼睛一亮，说这是大好事，镇上一定全力配合。我又说
办事会换届的事得抓紧，得选个真正为村民办事的人。王组长点头，说他也是这个意思，问我有没有人选推荐。我说我刚回来不久，对村里情况不熟，这事还得他们镇上来定。但有一条，跟许三刀有牵连的，一个都不能用。王组长郑重点头，说一定。送走王组长，老岳说我这是要在村里扎根。我说我没想扎根，只是不想让这村子再烂下去。老岳笑了，说庞总还是心软。我说不是心软，是这地方埋着我爹娘，我得让他们走得安心。老岳沉默了，没再说话。公司上市的事进入最后冲刺，老岳飞回总部去对接，留下助理小王在村里陪我。小王是个20出头的小伙子，机灵，干活利落。他每天的任务除了帮我处理一些远程文件，就是陪我在村里转。第3天傍晚，我和小王从田埂上散步回来，远远看见我家门口蹲着一个人，走近一看，是个16、17岁的小姑娘，梳着马尾辫，穿着洗得发白的校服，脚边放着一个旧书包。她看见我，慌忙站起来，怯生生地叫了我一声庞叔。我愣了一下，问她是谁。她说她叫许娇，是许阳的妹妹。小王立马警惕起来，挡在我前面。我摆摆手，让小王退后，问他有什么事。他低着头，手指绞着衣角，说他不是来求情的，他爸妈和他哥做的事他管不了，他只是想问我一件事。我说你说。他抬起头，眼睛红红的，说村里都传我是大公司的老板，问我能不能给他一个机会，让他去城里打工，他不要工钱，只要管饭就行。我皱了皱眉，问他为什么。他咬着嘴唇，说他爸妈进去了，他哥也进去了，家里的房子也没了，他奶奶80多岁了，瘫在床上，他要挣钱给奶奶看病，给奶奶买米。他说着说着，眼泪就掉下来了。他哽咽着说，他知道他家对不起我，他不敢求我帮忙，他就是想自己挣钱，他有手有脚，能干活。我看着他，沉默了很久。小王在旁边小声说，庞总，这是苦肉计，别上当。我没理他，问许娇今年多大，上几年级。他说他17，读高2，成绩还可以，年级前10。我又问他奶奶是谁照顾。他说他奶奶是他爷爷的2婚老婆，跟他爸不是亲生的，所以他爸平时也不太管，都是他放学回来照顾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我想起小时候村东头有个独居的老太太，每次我从她门口走过，她都会塞给我一块水果糖。我问她奶奶是不是姓丁，她惊讶的点头。我叹了口气，丁奶奶当年是村里最和善的人，谁家孩子饿了，她都会塞点吃的。我爹娘走得早，那几年我在村里没少吃她的饭。我后来考上大学，临走前去她家告别，她还塞给我50块钱，说大城市花销大，让我别饿着。我没想到她现在跟许胖子家成了一家人，我也没想到许娇是她在照顾。我对许娇说，你先回去，明天我让人去你奶奶那里看看。她不敢相信，问我是不是真的愿意帮她。我说不是帮你，是帮你奶奶，跟你家没关系。她眼泪又掉下来，给我深深鞠了一躬，说谢谢庞叔，然后转身跑了。小王在旁边嘀咕，说庞总你心也太软了。我说恩怨归恩怨，丁奶奶当年帮过我，这份情我得还。小王不说话了。第2天，我让小王去镇上请了个最好的护工，又买了一堆补品和米面油，亲自送到许胖子家，不应该说送到丁奶奶住的那间偏房。许胖子家的主屋已经被拆了，只剩下后院一间土坯偏房，丁奶奶就住在里面。推开门，一股霉味扑面而来，屋里很暗，丁奶奶躺在一张破床上，瘦的只剩一把骨头。她听见有人进来，眯着眼睛看，认了半天，颤颤巍巍地问是哪个。我走到床边，蹲下来握住她干枯的手，说丁奶奶，我是石头，石头是我小时候的小名。丁奶奶愣了好一会儿，浑浊的眼睛里慢慢有了光，她抓住我的手，老泪纵横，说石头啊，你回来了。她哭了，我也红了眼眶。她断断续续地说，她听说了，听说我跟大强闹翻了，她说大强不是东西，她管不了他，她对不起我。我说奶奶你别说这些，您身体要紧。我让护工开始照顾她，又让小王把屋子打扫干净。许娇放学回来，看见这一幕又哭了。我对她说，从今天起，护工的工钱我出，奶奶的医药费我出，你只管好好读书。她跪下来要给我磕头，被我拉住了，你别谢我，要谢就谢你奶奶，是她当年的善良换来的今天。许娇哭着点头。走的时候，丁奶奶拉着我的手，断断续续地说，石头啊，娇娇是个好孩子，跟她爸她哥不一样，她从小跟着我长大，性子像我，求你照看她一下。我点头答应。丁奶奶又说，大强他们这次栽了，是他们活该，但娇娇是无辜的，求我别迁怒她。我说奶奶您放心。走出土坯房，外面阳光刺眼，我眯着眼睛站了一会儿。小王在旁边小声说，庞总，您这一手比挖藕糖还狠。我看他一眼，问他什么意思。他说，您把丁奶奶和许娇护起来，村里人会怎么看？他们会说庞总有恩报恩，有仇报仇，这叫做大义，以后村里谁还敢跟您作对？我笑了笑，说我没想这么多。小王也笑，说庞总您不用想，您做的事自然就对了，这叫格局。我拍了拍他肩膀，说滚，少拍马屁。1周后，公司上市的钟声在交易所敲响，我没去现场，是在村里通过视频看的直播。老岳激动的声音都在抖，对着镜头说，庞总，我们成了。我端着一杯村里自酿的米酒，对着屏幕笑了笑，说辛苦了。挂了视频，我一个人坐在院子里，夕阳把院子照得通红，藕塘里的鱼跳出水面，溅起一片金光。我从兜里掏出一张老照片，照片上是我爹娘和年幼的我，背景是这个院子，
那时候院墙还是黄土夯的。我对着照片说：“爹娘，我没让你们丢人。”风吹过，院子里那棵老槐树沙沙作响，像是回应。公司上市后，我没急着回城，又在村里待了1个月。这1个月里，环村公路开工了，加工厂的选址也定了，办事会换届选出了新支书，是个回乡的退伍兵，叫赵铁柱，人正直有担当。许三刀在看守所里主动交代了所有问题，加上许胖子、周喜凤、许阳，一家4口里有3个进了去，只剩下许娇和丁奶奶。我让人把那间土坯偏房翻新了一下，又在旁边盖了一间新屋，让护工长期住下，照顾丁奶奶。许娇学习更刻苦了，每次见到我都会鞠躬，叫我庞叔。我跟他说，好好读书，将来想报什么大学就报什么大学，学费生活费我全包。他哭着说，庞叔，我一定考上好大学，将来报答您。我说，别报答我，报答这个社会就行。离开村子那天，全村人都来送我，新支书赵铁柱代表村民给我送了一面锦旗，上面写着造福乡子，恩泽桑梓8个字。我接过锦旗，没说什么客套话，只说了一句，村子是大家的村子，路要靠大家一起走。车开出村口的时候，我让司机停下，回头看了一眼，夕阳下那个藕塘波光粼粼，几只白鹭从水面上掠过，藕塘旁边一条新修的水泥路笔直地通向远方。许娇站在路口对着我挥手，我也朝他挥了挥手，让司机继续开。车一路开到高速上，老岳打来电话，他说，庞总，您这次回村避风头，避出了一个上市公司，避出了一个新农村，避得真是值了。我笑了，说，老岳，你说人这一辈子到底图什么？老岳愣了一下，问我什么意思。我说，我以前以为图钱、图地位、图别人看得起，可这1个月在村里，我突然明白了，人这辈子图的就是一口气，这口气不是逞强斗狠的气，是堂堂正正做人的气。老岳沉默了一会儿，庞总，您悟了。我没悟，我只是想通了。挂了电话，我望着窗外飞速倒退的风景，车里放着一首老歌，歌词唱着，人生路漫漫，何处是归途。我闭上眼睛，靠在椅背上，归途在哪里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，我身后的那个村子，那个藕塘，那间土坯房里的丁奶奶，那个叫许娇的小姑娘，会一直在那里等我回去。3年后，许娇考上了一所重点大学，学的是医学。她在录取通知书寄到的那天，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我，电话那头她哭得说不出话。丫头，别哭，是好事。庞叔，我做到了，是你自己做到的，跟我没关系，没有您就没有今天的我。我笑了，说，丁奶奶身体怎么样？她说，奶奶很好，每天都念叨您。我说，我过段时间回去看她。挂了电话，我望着办公室窗外的城市天际线，想起3年前那个藕塘，想起那座孤岛，想起那个跪在我面前求饶的许阳。许胖子一家的事已经成了村里的传说。周喜凤出狱的时候，许胖子还在里面。他一个人回到村里，发现村里早就变了样，没有人理他，他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。他去找许娇，许娇当着他的面把户口本拿出来，说他已经办了分户，从今往后跟他没关系。周喜凤大哭大闹，最后被新支书赵铁柱赶出了村。听说后来流落到县城，靠捡破烂为生。许胖子出狱时已经60多岁，身体垮了，回村后没几天就病倒了，没人管他，最后死在了那间土坯偏房旁边。讽刺的是，正是当年他想欺负我而砌起的那道围墙下。许阳在监狱里减了几次刑，出来后再也没回过村，听说在南方某个工地搬砖，而我的那个藕塘还在。每年我都会回村住一阵子，喂喂鱼，看看丁奶奶。丁奶奶在去年冬天走了，走得安详，临走前拉着我的手说，石头啊，奶奶谢谢你。我说，奶奶，是我谢谢你。她笑了笑，闭上了眼睛。我给她办了风风光光的葬礼，全村人都来了。葬礼上，许娇哭得撕心裂肺，我站在她身边没说话，只是拍了拍她的肩膀，有些话不用说，她懂。我站在藕塘边，点燃一根烟，夕阳把水面染成金色，夏天池塘长满荷叶，粉白的荷花被风吹得晃来晃去。我站在田埂上，看着一大片绿油油的荷叶，烟雾缭绕中，我仿佛又看见3年前那个跪在我面前的许阳，看见那座孤岛上瑟瑟发抖的许胖子夫妇，看见那张贴在大门上刺眼的拆除通知书。可这些画面渐渐模糊，最后定格成一个画面，是丁奶奶当年塞给我那块水果糖时的笑脸。我把烟头摁灭，扔进垃圾桶，转身回院的时候，我对自己说，善良要有牙，但牙是用来咬人的，不是用来咬自己的。留着善良，留着锋芒，这一辈子才不算白活。风吹过老槐树，沙沙作响。院门外新修的水泥路上传来孩子们放学回家的笑声，村子活过来了，而我也终于找到了归途。我以为故事到这里就该结束了，可有些人，你以为他这辈子都翻不了身，他偏偏还能从泥里爬出来，再咬你一口。丁奶奶走后第2年春天，我又回了村一趟。这次回来是因为加工厂出了点事。加工厂是我2年前建的，主营山货深加工，核桃、香菇、木耳做成礼盒卖到城里。村里有60多口人在厂里上班，工资比镇上还高。赵铁柱打电话给我，说厂里最近丢了几批货，监控被人剪了线，报案了也没查出什么名堂。我说我回去一趟。车开进村的时候，正赶上清明前后，田埂上一片新绿，环村公路2边的樱花开得正盛，粉白一片。赵铁柱在村口等我，见到我就握手，庞总你可来了。别庞总庞总的，叫我石头就行。他不好意思的笑说叫不惯。
我们一起去加工厂。路上他跟我说了情况，最近3个月厂里陆续丢了5批货，都是高端礼盒，加起来值20多万。每次丢货，监控都恰好坏了，门锁也没有被撬的痕迹。我皱眉问他厂里员工有没有可疑的。赵铁柱犹豫了一下，说有一个人他怀疑很久了。我问是谁，他说是许娇的二叔许大柱。我愣了一下，许胖子还有个弟弟我是知道的，但这些年从没见过，听说一直在外地打工。赵铁柱说许大柱去年腊月才回村，说外面干不下去了，想在村里找个活。当时考虑到他没工作，加工厂正好缺保管员，就把他招进去了。赵铁柱说这个人表面老实，但眼神不对，像他哥。我问有证据吗？赵铁柱摇头说没有，只是直觉，直觉不能定罪，但可以查。晚上我没回我自己院子，直接去了许娇家。许娇放暑假回来了，正在院子里晾衣服，看见我又惊又喜，叫我庞叔。他比3年前高了一些，也清瘦了一些，但眼睛还是那么亮。我让他坐下问他，你二叔回来这事你知道吗？知道，二叔过年回来的，住在村东头那间老屋。他这个人怎么样？许娇犹豫了一下，小声说庞叔我不知道该不该说。我说你说。他咬着嘴唇说二叔回来后找过我2次，问我您给我留了多少钱，问我跟您还有没有联系，还问我能不能介绍他去您公司上班。我冷笑一声，我都拒绝了。我跟他说我跟您没什么联系，他骂我没良心，说我吃里扒外，跟我哥一样白眼狼。他还说什么？他低着头，声音更小，他说我爸跟我哥都是被您害的，他说他一定要给他们讨回公道。我点点头，心里大致有数了，这事跟你没关系，你该干嘛干嘛，别掺和。庞叔您小心。放心，你庞叔不是3年前的我了。第2天一早，我没惊动任何人，直接去了加工厂。我让小王调出最近3个月所有的出入记录和排班表，一项一项对比，不到2个小时，问题就出来了。每次丢货的前1天，许大柱都主动申请加夜班，而且第2天必定请假。监控线被剪的位置正好是保管员才知道的盲区。更关键的是，小王查到许大柱的银行卡，这3个月里每个月都有一笔来路不明的进账，加起来正好20出头万。转账方是一个空壳公司，注册地在临县。小王顺着这条线往下查，一查一个准。这家空壳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镇上一个开礼品店的，姓胡，外号胡老三，平时就专门倒卖各种来路不明的山货。我让小王把证据整理好，但先别声张，光抓许大柱没意思，得连根拔起。第3天傍晚，我让赵铁柱出面，在加工厂办公室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，把所有保管员和仓库员工都叫到了一起，包括许大柱。会议一开始，赵铁柱就说最近厂里丢货严重，镇上派了工作组下来调查，让大家配合。许大柱坐在角落里低着头，但我注意到他的手在抖。赵铁柱说工作组要求从今晚开始，所有员工的家里都要配合搜查，谁家如果搜出厂里的东西，直接送派出所。许大柱疼得站起来，凭什么搜我家？我又没偷，这是侵犯人权。会议室里静了一下，我从赵铁柱身后走出来，坐在主位上。许大柱看见我，脸色一下变了，但很快又装出一副愤怒的样子。姓庞的，你害了我哥一家还不够，还想害我？我没说话，只是从兜里掏出一沓打印纸，推到他面前，是他的银行流水，还有那家空壳公司的注册信息，以及这3个月加工厂的出入记录。许大柱的脸一点一点白下去，嘴唇哆嗦着，半天说不出话。许大柱，你以为你哥栽在我手里是因为我心狠，他不敢看我？你哥栽在我手里是因为他贪，你今天又要栽，还是因为贪？他突然跪下了，膝盖砸在水泥地上发出闷响。庞总，我错了，是胡老三逼我的，他说不干就告诉村里我以前的事，我没办法。我冷冷地看着他，以前什么事？他不敢说。你不说我也知道，15年前你在外地犯过事吧？盗窃，被判过2年。他猛地抬头，眼里全是恐惧。庞总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你二哥能查到你户口，我自然也能查到。我站起来，居高临下的看着他。许大柱，你比你哥聪明，知道避开我，但你不该回这个村子，更不该打我加工厂的主意。他瘫坐在地上，整个人都软了。报案吧，人证物证都全了，顺便把胡老三那条线也端了。赵铁柱点头出去打电话。许大柱爬过来想抓我的裤腿，被保安一脚踹开。庞总，求您高抬贵手，我家里还有2个孩子，我老婆有病。我看着他，突然想起3年前许阳跪在我脚边求饶的样子。许家这一脉真是阴魂不散，你的孩子有人养，你老婆有救助，倒是你该去的地方就老老实实去。我转身离开会议室，身后传来许大柱撕心裂肺的哭嚎。执法车开走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。胡老三在县城被抓的消息半夜就传回了村里。第2天一早，镇上来人说要表彰我配合执法，维护乡村经济秩序的行为。我推了说这是分内事，不用表彰。倒是赵铁柱拉着我说，庞总有件事得跟您商量。讲这次的事情让我意识到加工厂的管理还有漏洞，光靠我一个村干事管不过来，我想请您帮忙物色一个职业经理人。我点头说这事正是我安排。还有村里好多年轻人都想回乡发展，但是没有平台，我想搞个返乡创业园，不知道您能不能投点资。我看着他，这个30多岁的退伍兵，这2年明显成熟了很多，眼里有光。可以，但有一个条件。他问什么条件？创业园里招的人必须公开公平，不能搞裙带关系，哪怕是我推荐的，你觉得不合适也可以拒绝。他郑重点头说，庞总放心，我赵铁柱这条命是部队给的，做事讲原则。我笑了，说我相信你。
许娇听说他二叔被抓了，好来找我。他站在我面前，低着头，半天不说话。我说：“丫头，你想说什么？”他抬起头，眼睛红红的。庞叔，对不起，我们许家人总是给您添麻烦。我看着他，突然觉得这个孩子身上的担子太重了。我说：“娇娇，坐下。”他坐下了，手放在膝盖上，绞着衣角。我说：“我跟你说个事。”他抬头看我。我说：“你爷爷，也就是丁奶奶的丈夫，当年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你知道吗？”他摇头说他从来没见过爷爷，听说很早就走了。我说：“你爷爷叫李建国，当年是村里的会计，清清白白干了30年，从没贪过一分钱，村里人都尊敬他。”他惊讶地看着我。我说：“你爷爷走的那年，我才10岁，我爹娘出车祸刚走没多久，是你爷爷和丁奶奶一直照顾我。你爷爷临走前还把他攒了一辈子的2000块钱塞给我，让我好好读书。”许娇的眼泪又掉下来了。所以你看，李家不是没有好人，你爷爷是，丁奶奶是，你也是。人的好坏不是看姓什么，是看心怎么长。他哭着点头。你二叔的事跟你没关系，你爸你妈你哥的事也跟你没关系，你只要做好你自己，把书读好，把医学好，将来回来给村里人看病，这就是对你爷爷和奶奶最好的报答。他重重的点头，擦着眼泪。庞叔，我记住了。我离开村子那天，赵铁柱、许娇还有几十个村民把我送到村口。新栽的樱花树沿着公路一直延伸到远方，粉白的花瓣随风飘落，落在每个人的肩膀上。庞总，下次什么时候回来？等加工厂扩建完工的时候。庞叔，我下次回家给您带学校的桂花糕。我笑着说：“好，我等着。”车启动的时候，我摇下车窗，最后看了一眼这个村子。阳光下，远处的藕塘波光粼粼，新修的厂房屋顶反射着荧光，办事会门前的国旗在风中猎猎作响。这个曾经被许胖子一家压得喘不过气的村子，终于活成了他该有的样子。车开远了，我把车窗摇上，靠在椅背上，闭上眼睛。老岳坐在副驾驶上，问我：“庞总，在想什么？”我说：“在想丁奶奶。”老岳说：“丁奶奶要是看见今天的村子，肯定高兴。”我说：“她在天上，看得见。”车一路向南，驶上高速，阳光透过车窗洒在我脸上，暖洋洋的。我突然觉得这一辈子值了。又过了5年，许娇医学院毕业，她拒绝了大城市3甲医院的高薪 offer， 选择回到镇上的卫生院当医生。她说：“镇上缺医生，村里更缺，她要兑现当年的承诺。”我支持她的决定，以个人名义给镇卫生院捐了一栋楼，添置了一批先进设备。楼落成那天，我去剪彩。许娇穿着白大褂，胸前别着医师徽章，站在人群里，亭亭玉立，眼神坚定。她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怯生生站在我家门口的小姑娘了。剪彩仪式后，她拉着我去看丁奶奶的坟。丁奶奶葬在村后的山坡上，坟前种了一棵桂花树，是许娇亲手种的，桂花开得正盛，香气弥漫。许娇蹲下来，擦了擦墓碑，跟丁奶奶说：“奶奶，庞叔来看您了。”我也蹲下来，从兜里掏出一颗水果糖，放在墓碑前。丁奶奶，您当年给我的那块糖，我一直记着，今天还您一颗，虽然晚了点。风吹过桂花树，花瓣纷纷落下，落在墓碑上，落在我和许娇的肩膀上。庞叔，奶奶肯定听见了。我点头，没说话。太阳慢慢西沉，把整座山坡染成了金色。我站起身，望着远处的村子，环村公路像一条玉带，缠绕着这个曾经贫瘠的村子。加工厂的烟囱冒着白烟，创业园里灯火通明。那座我亲手挖的藕塘还在，只是早已不是当年那个用来困住许胖子一家的护城河，而是变成了村里孩子们夏天最爱去的钓鱼场所。许娇站在我身边，轻声说：“庞叔，您说人这一辈子到底是为了什么？”我想了想，把当年老岳问我的那个问题，用我自己的答案回答了他。我说：“为了一口气。”他疑惑地看着我。我说：“为了堂堂正正的活着，让爱你的人骄傲，让欺负你的人后悔，让需要你的人有依靠。”他若有所思，慢慢点头。我说：“丫头，你庞叔这一辈子，前半生为自己活，后半生为这个村子活，值了。”他突然红了眼眶。庞叔，您还不老，后面的路还长着呢。我笑了，拍拍他的肩膀。我说：“走吧，回家。”夕阳下，我和他并肩走下山坡，身后丁奶奶的坟前，那颗水果糖在金色的阳光里闪着光，像一颗小小的永不熄灭的星星。人这一辈子会遇到很多许胖子，也会遇到很多丁奶奶。恶人要让他怕，善人要让他暖，这就是我庞石头用半辈子悟出来的道理。风又起了，桂花的香气越来越浓。我知道这个村子，这片土地会一直记得我，而我也会一直记得这里，因为这里有我的根，有我的归途。